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孤勇者的山海征途，解码负山海现象及爆款背后的诚意定律。2025年的夏天，一部名为《负山海》的新武侠剧以雷霆之势席卷全网，开播2小时破亿，4天破3亿的腾讯热度值，创下了平台历史新纪录。在这串惊人数字背后，是一个演员用10年磨一剑的坚持书写的行业神话。程毅饰演的萧秋水，不仅重新定义了武侠剧的英雄形象，更以单科全部第1总分年级第10的戏剧性热度曲线，暴露出娱乐圈生态中那些不可言说的压热度潜规则。当资本的游戏规则遭遇真正的演技实力派，这场看似不对等的较量，最终以作品质量碾压一切暗箱操作告终。这或许正是《负山海》带给行业最深刻的启示。《负山海》的播出时间被安排在传统认知中的冷门档期，没有节假日加持，没有同题材对打，甚至没有前期大规模营销造势。行业潜规则常将此类档期视为甜档期，平台方往往不会投入过多资源，但程毅硬是凭一己之力改写了这套规则。开播前遭遇的漫天黑水堪称近年罕见，从角色造型到武打设计，从未播出剧情到演员私德，黑热搜如暴雨般密集出现。某资深娱记在匿名采访中透露，同期有3部 S+ 项目在筹备。谁也没想到一部新武侠会突然杀出重围，某些团队确实急了。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生态环境下，程毅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职业素养。他没有参与任何口水战，而是在有限的宣传期内，用一场又一场沉浸式直播与观众进行武侠精神对话。在某次直播中，他即兴表演的羽中剑舞片段被剪辑传播后，单条视频播放量突破8000万。网友戏称这是用业务能力反黑的最佳案例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明轩评价，这种以作品代言的应对方式，让饭圈那套抹黑战术完全失效，反而凸显了演员的人格魅力。负山海最令人称道的是程毅完美驾驭了3个截然不同的角色。开篇庸碌的市井打工人萧明明，悲情枭雄李晨舟，最终蜕变重生的侠客萧秋水。这种高难度的人物弧光，被他处理的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。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副主任赵文在学术研讨会上特别指出，程毅在表现萧明明职场挫败时的微表情，与后期萧秋水面对江湖巨变时的眼神变化，形成了精妙的内在呼应。这种表演上的互文性需要极强的角色理解能力。尤其值得品味的是李晨舟这个充满古希腊悲剧色彩的英雄，程毅没有简单将其塑造成脸谱化的反派，而是通过细微的肢体语言，如独自饮酒时颤抖的手指，面对旧物时瞬间泛红的眼眶，展现了这个人物寂寞如雪却心中燃灯的矛盾本质。当剧中李晨舟说出真正的孤独不是身边无人，而是心中无灯这句台词时，弹幕瞬间被演技封神刷屏。著名剧评人武侠夜谈分析，这种将哲学思考具象化的表演，让武侠人物跳出了爽文套路，拥有了存在主义的深度。而萧秋水的成长线则成为全剧的灵魂所在。从初入江湖的天真到经历背叛后的迷茫，最终达到看山还是山的豁达境界，程毅用收放自如的表演诠释了何为侠者蜕变。大结局中，萧秋水白衣如雪微笑离场的画面，配合程毅亲自演唱的《山海无涯》，创造了2025年最催泪的影视瞬间之一。音乐制作人梁坤透露，
那段直升机航拍镜头里的吟唱，是程毅在零下15度的山顶一遍遍录制完成的，为的就是捕捉到侠客临绝顶的苍茫感。赴山海的爆炸式成功，某种意义上是对娱乐圈数据游戏的降维打击。当播出数据出现单科全部第一总分年级第10的诡异现象时，及各项细分指标均为榜首，但综合排名异常靠后。资深数据分析师王磊通过比对多平台数据流向后直言，这是典型的非自然干预痕迹，某些势力在竭力压制它的全网热度。然而优质内容终会突破人为设置的壁垒。该剧豆瓣开分 8.3， 随着剧情深入一路攀升至 9.1， 成为近5年评分最高的武侠剧。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赴山海重燃了市场对长剧集的信心。在短视频冲击下日渐式微的45分钟剧集格式，因这部剧的精良制作再度赢得观众青睐。腾讯影视研究院发布的2025 Q3 剧集市场报告显示，在该剧播出期间，平台长视频完播率提升 37%， 用户日均观看时长增长 52%。 这不是简单的数据回暖。报告主笔陈默指出，它证明了当内容质量达到阈值时，观众依然愿意为值得的作品付出时间成本。程毅在剧中的3段式表演，某种程度上也隐喻了整个行业的困境与突围。从被资本异化的打工人肖明明，到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的过渡者李晨舟，最终成为重构规则的破局者萧秋水。这条成长轨迹恰似实力派演员在流量时代的艰难跋涉。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感慨，赴山海给行业的启示是，当一个人把全部心力都注入角色时，他的表演自会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站在2025年金秋回望这场山海征途，程毅用近乎固执的专业主义证明，在内容为王的时代，真正的演技永远是最硬的通货。那些试图通过抹黑对手、操纵数据获取短期利益的行业乱象，在赴山海这座质量丰碑面前显得尤为可笑。或许正如剧中萧秋水的那句台词，江湖终会记得谁是仗剑而行的真侠客。当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用播放器投票，用口碑发声，中国影视行业才能真正迎来它的武侠复兴时代。